你心中的炮兵还是影视剧里那样，指挥官一声令下，万炮齐发的场面吗？说实话，在今天的战场上，这套玩法跟裸奔没什么区别。你的炮弹还没落地，对方的反炮兵雷达就已经锁定了你的坐标，紧接着成群的无人机和巡飞弹就会汹涌而来。在发现及摧毁的现代战场，炮兵的法则早就变了。现在的火炮不仅要打得远，更要跑得快，打了就跑成了唯一的生存之道。而在这一点上，目前做得最好的就是中国的181轮式车载加榴炮。这个把155毫米重炮直接扛在卡车上的大家伙，究竟有什么独门绝技？它的出现为什么被称为一场轮式革命？面对全球新一代火炮的激烈竞争，它又是靠什么独领风骚？要读懂181轮式加榴炮，就得先看懂它在中国陆军中扮演的角色。在它之前，中国的火力担当一直是05自行加榴炮，一个45吨重的履带式猛男。这家伙火力猛，装甲厚，妥妥的装甲骑士。平常的工作就是跟着99A 坦克集群冲锋，硬碰硬突破防线的火力输出。但问题是时代变了，中国陆军的玩法也变了。新时代的中型合成旅全身都是大八轮，主打一个快反机动。你让一个穿着重甲、踩着履带的05自行加榴炮去追一群轮式战车，这可真是为难05自行加榴炮了。而 P3L181 自行加榴炮就是为这个痛点而生的。它的出现不是要抢05自行加榴炮的饭碗，而是要跟它打配合，一个负责正面强攻，一个负责侧翼穿插，一套组合拳直接把火力覆盖玩出了新花样。看懂了这个定位，你才能明白181轮式加榴炮身上那些设计到底有多巧妙。第一点就是机动性。作为轮式战车， P3L181 的战斗权重仅25吨，比05自行加榴炮轻了快一半，这让它在公路上能飙到100公里的时速。这就意味着它能直接上高速，跟着车队千里转进，充分利用各地基建的优势。更绝的是，它还能塞进运9运输机，实现战区级快速部署，甚至连海军陆战队都相中了它，直接把它搬上了登陆舰。这意味着从高原戈壁到滩头阵地， P3L181 能在第一时间把155毫米的阵地捅到敌人脸前，直接快递上门。除了跑得快，它还有个聪明的大脑。181有着整个数字化作战系统，卫星定位、数据链、火控计算机，炮手在驾驶室里动动手指就能一键调炮，几秒钟完成瞄准，开火速度能稳定在每分钟6到8发。这种自动化水平赋予了它极致的快打快撤能力，让对手的反炮兵雷达只配去闻它的尾气。但如果说上面两点只是让它成了优等生，那这第三个独门绝技就足以让它封神了，那就是全球首创的0度直射能力。有没有听说过一门车载榴弹炮能像坦克和履带式自行火炮一样，炮口放平，承担坦克歼击车的任务？181轮式加榴炮先进的液压悬挂，使得其开火前整个底盘能瞬间趴下，这个时候它的炮管就能完全放平，对准几公里外的坦克碉堡来一发正义的穿甲弹。只能说火炮上刺刀还真是中国的传统异能。所以181轮式加榴炮的诞生绝对不只是造了门新炮那么简单，它是一种火炮技术的全新运用，是轮式火炮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当然181也并非独孤求败，在中国这边把轮式火炮玩得风生水起时，全球的军事强国可没有干看着。我们先来看看军事第一强国美利坚合众国如今怎么样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在自行火炮这个领域，美军可以说是拱手让出了一片天地。长期以来，美军过度迷信自己的空中优势，等回过神来，才发现陆军的老伙计 M109 已经跟不上时代了。于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诞生了，这就是 M1299 自行火炮，也就是 ERCA 项目。它的目标简单粗暴，就是要打造一门拥有地球上最长射程的火炮。为此，他们丧心病狂地搞出了一根58倍镜的超长炮管。在测试中 ，M1299 更是成功把一枚炮弹打到了70公里开外，这个射程足以让当时全世界的火炮都黯然失色。但现实是，那根为了追求极致射程的炮管，在承受了巨大的疼压之后，磨损速度快得惊人，打了没几发就快成了一根烧火棍。这种烧钱速度，就算是全盛时期的美国也供不起。不出意外的，这个项目在2024年被正式砍掉，美国陆军火炮之王的美梦也碎了一地。那现在怎么办？美国人眼看着各国一天一个新花样，
为了不落后于人，美军也放下了身段，开始满世界海淘，准备直接搞拿来主义，有什么用什么。再看德国人的火炮技术，他们的 PZH-2000 履带式自行火炮一度是自行火炮天花板的代名词，爆发射速堪称变态，却给这位优等生好好上了一课。巨大的重量、复杂的后勤，让他在高强度消耗战里力不从心。残酷的现实逼着最执着的德国人也开始玩轮式火炮了。不过德国人技术是真不错，他们一出手就搞出了 RCH-155 自行榴弹炮，不仅是无人炮塔，还能进行行进间开火，把打了就跑升级成了边打边跑，这算是玩出特色了。眼见着轮式挺好用，德国人也打算积累技术，推出新一代轮式火炮。再看北欧的瑞典，一个把自动化玩到极致的选手，他们的弓箭手自行火炮堪称火炮激进派，停车、开火、跑路，整个流程不到1分钟，成员不下车，全程自动化。瑞典人的想法很直接，未来人力金贵，训练有素的成员都是宝贝。但战场的危险又避免不了，那就只能让机器把所有脏活累活都干了。可以说德国和瑞典各自都有黑科技。但如果说德国和瑞典的设计是对未来战争的预演，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2位就是正在用鲜血和钢铁书写轮式火炮实战历史的生死对头。我们把目光转向最残酷的试炼场乌克兰，他们的 RS-22 博格丹娜堪称传奇。这是乌克兰自主研发的第一款北约155毫米标准火炮，在战争爆发时它还只是一辆原型车，但就是这辆原型车被紧急投入战斗。在著名的蛇岛战役中，他用精准的火力把俄军赶出了蛇岛，一战封神。博格丹娜的设计可以说是被战争催生出来的，极度务实，没有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切都是为了能快速生产，把一门可靠的155毫米重炮装在卡车上送到前线去。他的故事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战场是最好的催化剂。而战场的另一边，一个传统的大炮主义爱好者俄罗斯也学到了战场的进修课。当他们那些笨重的履带式火炮一次又一次被无人机扫除之后，俄国人也坐不住了，开始拼命给自己的炮兵换轮子。他们的 RS-43 锦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战时应急产品。把一门152毫米榴弹炮装在一个8轮卡车底盘上，一切以简单、便宜、能快速量产为核心，主打一个有总比没有强。除此之外，他们还搞了个更专业的多面手 2S44 风信子 K， 这是一款120毫米的轮式自行迫流炮，能取射，能吊射，还能直射，堪称炮兵里的瑞士军刀。所以乌克兰和俄罗斯搞轮式火炮都不是为了追赶潮流，而是被战场上血的教训逼出来的生存之道。一个是绝境求生，一战成名，一个是亡羊补牢，紧急换装。这样看来，当181已经在中国陆军遍地开花的时候，全球的国家里有想憋个大招的，有搞极限探索的，有闷声发大财的，有被逼上梁山的，还有正在亡羊补牢的。全球火炮的发展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好了，盘点完一圈自行榴弹炮，现在我们来一场终极对决。但要真正看懂不同火炮设计的优劣，我们不需要纸上谈兵，因为一场已经载入史册的现代炮战已经为我们揭示了答案，那就是蛇岛战役。这场战斗完美诠释了一门先进的轮式火炮是如何碾压一套陈旧的防御体系的。当时的蛇岛被俄军经营成了一座军事堡垒，岛上部署了严密的铠甲 S1和道尔防空系统。俄军的意图就是用这个岛屿锁死乌克兰南部的出海口。对于乌克兰来说，这是一个必须拔掉的钉子，但怎么拔？空军突袭会被撕碎，导弹攻击成本高昂，效果有限。就在这时，乌克兰的 RS-22 博格丹娜自行火炮站了出来。在这时，它还是乌军仅此一辆的原型车，但它有2个关键特性：第一，它用的是北约155毫米炮管，射程足够；第二，也是最致命的，它被安装在一辆卡车上，跑得够快。于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非对称炮战开始了。博格丹娜借助其轮式底盘无与伦比的机动性，开始在欧德萨沿岸地区神出鬼没。它的战术极其简单，也极其有效。在无人机的指引下，它会快速机动到一个隐蔽阵地，打出几发精准的炮弹，然后不等炮弹落地就立刻收炮，转移到数十公里外的下一个阵地。对于岛上的俄军来说，这就是一场噩梦。他们的反炮兵雷达或许能捕捉到弹道，但计算出的开火位置永远是博格丹娜几分钟前待过的地方。最终，在博格丹娜持续不断的点名下，蛇岛上的防御体系彻底崩溃，俄军被迫撤离。这场战斗是机动作战对阵地作战的降维打击，它用最残酷的实战证明了，在今天，机动性就是最好的装甲。除了乌克兰，各国对于火炮设计的理念各有不同，
其中一点就是，如今的火炮究竟是应该全面拥抱无人化，还是进行人机功效的有机结合？例如，瑞典的弓箭手和德国的 RCH-155就是无人化的代表。无人炮塔2人甚至单人车组已经成了标配，而这背后其实是欧洲国家人比铁贵和兵员短缺的现实。他们必须用技术来解决战场上缺人的问题，这是一种被现实逼迫的无奈选择。假设一场残酷的消耗战已经持续了数周，一支欧洲军队的炮兵部队伤亡惨重，经验丰富的老炮手已经所剩无几。但对于一支装备了弓箭手的炮兵连来说，战斗力依然能够维持，因为哪怕只剩下1名训练有素的操作员，他依然可以坐在安全的驾驶舱里，指挥整个无人炮塔完成装填、瞄准和射击。在这里，技术成了弥补兵员损失的最终手段。但中国的181轮式加榴炮却不这么想，他们选择了人机结合的路线，但这并不是他们缺少技术，恰恰相反，181自动化水平很高，但中国依然选择在181轮式加榴炮中保留了一个满编的炮组，这是为什么？其实，中国陆军设想的战场情况是，在一场大国对抗中，天空被密集的电子战信号所笼罩， GPS 被干扰，数据链被切断。对于高度依赖数字化的无人炮塔来说，这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但此刻181的炮组人员却可以果断切换手动模式，启用光学瞄准镜，炮手进行人工装填。这样的话，训练有素的炮班成员可以继续向敌人倾泻炮火。在这里，人成了对抗技术失灵的最终保险。这种设计是中国对战争复杂性的保底措施。中国陆军始终认为，技术是工具，人才是战争的核心。除此之外，各国火炮需要考虑的还有各自的战术定位，究竟是选择专精还是战场多面手？毕竟现代炮兵的核心技能是快打快撤，但如何围绕这个核心构建战术定位，大家选择了不同的方向。瑞典的弓箭手和德国的 RCH-155走的是专精的道路，他们把所有技能点都加在了远程火力投送上，追求极致的自动化和反应速度，甚至还搞出了行进间开火的操作。而在北约作战设想中，一架无人侦察机发现了一个敌方高价值目标，比如一套正在展开的防空导弹系统。坐标通过数据链瞬间传给了后方的弓箭手炮兵阵地，他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精确制导炮弹打到那个坐标上，然后立即消失。依托体系作战的优势在于，他不需要担心侧翼的安全，因为体系中的豹2坦克和步兵战车将会保障他的安全。这些都是为了更高效地完成远程打击这个核心任务。而中国181轮式加榴炮在保证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走上了一条多能的道路，就是那个0度直射能力。这个能力给了指挥官一种全新的战术选择。在一场快速进攻中，炮兵分队遭遇了敌人的坚固火力点，按照传统剧本，需要呼叫坦克或空军支援，战机稍纵即逝。但有了181轮式加榴炮，指挥官可以直接下令把181的炮管放平，瞬间从一个取射支援单位变成了一个直射攻坚单位，为整个部队扫清障碍。他的哲学是，我不仅要完成本职工作，还能干一些额外的活。这种一专多能的特性让181轮式加榴炮更独立、更灵活。它不仅是个火力点，更是一个战术多面手，增强了炮兵分队的任务弹性和战场适应性。而对于各国来说，目前最为关键的还是体系的不同。欧洲的选手更像是北约体系下的标准插件，功能专一，接口通用，可以无缝融入作战网络。而中国的181轮式加榴炮体现了另一种思路，它既能作为标准插件融入中国陆军的数字化作战体系，也能在极端情况下自成一体。它保留的完整炮班，确保了它脱离体系支援时依然有战斗力。它独有的直射能力，确保了它在缺乏友军保护时有更强的自卫和攻坚能力。这种设计根植于我们对未来战争的理解，既要打体系战，也要准备打乱战。体系健全时，它是高端的火力终端；体系不畅时，它也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战斗单元。所以，对于火炮发展来说，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这更像是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军情和战争设想走出的不同道路。欧洲追求技术上的极致专精，依赖体系的力量，而中国的181轮式加榴炮追求的则是战场上的最大适应性，用一种更全面、更辩证的思路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一切不确定性。盘点完了现在，我们再来聊聊未来。从中国181轮式加榴炮到德国的 RCH-155，再到瑞典的弓箭手，这些新一代轮式火炮的出现，已经揭示了未来陆战炮火的几条新规则。第一条规则，底盘轻，火力重。除了少数国家，几乎所有军事强国在新一代火炮上都选择了轮式底盘，这就是趋势。轮式底盘带来高机动性、低成本和便捷的战略部署能力。
在快打快撤的时代，优势明显。未来的火炮必然是把155毫米这种重量级火力装在轻量化轮式底盘上，实现火力和机动性的结合。181轮式加榴炮正是这条规则的践行者。第二条规则则是利用信息科技将火炮操作无人化，查打目标决策智能化。欧洲的弓箭手和德国的 ACH-155已经实现了无人炮塔，这不仅是为解决兵源问题，更是为了在战场上保护训练有素的炮手。未来火炮的操作会越来越无人化，而人将从操作炮塔中解放出来，专注于决策。火炮将不再是孤立的武器，而是融入作战网络的智能化火力终端。它能与无人机、卫星、传感器实时共享数据，在人工智能辅助下自主发现目标，规划射击。从这个角度看 ，PCL-181的一键调炮数字化系统就是迈向这个未来的第一步。第三条规则则是射击准确化、角色全能化。过去火炮是面积杀伤武器，追求火力覆盖。现在和未来，随着制导炮弹的普及，火炮正在变成一种廉价的精确打击工具。一发智能炮弹就能摧毁一个高价值目标，作战性价比大幅增长。当火炮拥有了点杀能力，它的战场角色也必然会变得更多样。它不再只是支援角色，比如181的0度直射能力，就是对角色多能化的一种探索。它证明了未来的轮式火炮有能力承担一部分传统突击炮甚至坦克的任务，成为战场上的多面手。所以181轮式加榴炮不仅为中国陆军提供了一款强大的武器，更是用一个已形成战斗力的成品向世界证明了轮式火炮的新玩法有着巨大潜力。而这种将机动性、信息化和多功能性相结合的方式，或许正是下一代轮式火炮发展的方向。好了，关于181轮式加榴炮和全球轮式火炮的故事，今天就聊到这里。从181的全面多能到德国和瑞典的无人化操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装备的迭代，更是各国陆军面对未来战争时的不同战略选择。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心目中的下一代火炮应该是什么样子。欢迎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